来，咱们先把这个路口给扩宽一下，要不然堵车堵得太难受了。找一下这个高速的选项，然后把这个匝道由1车道呢，我们直接把它扩宽成2车道，这样还是比较简单的。哎，为什么强制地面了？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一个高架吗 ？OK， 到这个位置还可以啊。我们再来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些车辆啊。基本上这边堵车的问题已经缓解了。我们再去左边来看一下，左边的话，这边汇入现在有点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车道呢用 TMP 去画一点道路的连线比如说啊，先点一下这个节点，然后我们把直行的车辆呢让它走左边的车道，这边的车辆不是太多啊，然后走第一个车道就够了。至于右边的匝道呢，我们让它走右边的1、2车道，这样会好一点。根治这个堵车的现象啊，最起码从这个路口一些车辆他们不会再插车他们在塞车怎么说他们不会再插队了，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左边来看一下，一直不让我们盖房子，这里的框架我绘制了以后就是为了往30万的人口去冲刺，结果我们城区的房子现在一直在升级，现在已经27万人口了。倒是有一点工业需求啊，也就是说有一些家庭呢，他们现在是没有地方打工的。来吧，我们把这个道路连到对面啊，左边肯定是要盖居民区的，就不和工业有任何的交流了，所以我们把这儿呢直接架起一个4车道的天桥。还可以啊，这些车辆从这儿过去以后，它直接就可以打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些打工的市民他们能开汽车吗？好像在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是可以的。差不多过了这个小河以后啊，我们再把这条道路呢切到一个地面上，然后对面的山体呢我们也不再平整了，这里直接强制地面去盖一些普通的工厂。这儿把这个山坡越过去以后啊，这里有一个山谷啊，这里也要盖一些房子。我们现在地皮比较紧张，再加上主播家里比较困难，来吧，从这儿切一条弯道，这样来吧。这个山脉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然后呢，我们把左边的道路先连接一下啊，把部分工厂先建起来，直接可以选取一个曲线，然后把它连接了以后啊，再从这个山脉上的道路，我们把它强制一个隧道，是不是好一点？妹隧道，你妹的，这个隧道怎么出来一点点？可能是太高的原因啊，然后我们再把它降一点。现在看起来差不多了。我们在这个入口的位置呢，可以先规划一个分区，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工业的分类啊，比如说林业、农牧业这2个分类的工业呢，它对我们的市民没有学历要求，一方面它赚的克朗也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儿去规划一个矿业，反正这个地方也不怕污染，是吧？规划好了以后，来，我们直接把这个工业给盖起来啊，让它随机一点。来，把游戏对，已经是加速的一个状态了。来吧，这边有房子已经盖起来了。虽然是加速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好像又没有加速的样子，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现在人口太多了，我发现我的加速功能已经失效了。那么这个房子盖起来以后呢，它接下来就会用水用电了。我们把对面的水源先拉过来啊，拉在这儿。OK， 水源的问题解决以后啊，我们再帮它连接一下电源。为他们连接这个电源的话，咱们想一下啊，这条小河能不能利用上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水面的发电机，这里正好有一个瀑布，这个水面发电机在我们地形高低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啊，这样绘制了以后，它产生的电量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这个水力发电机，我们先这样，预计生产量16兆啊。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大坝它实际上的发电量，48兆瓦，48兆瓦还可以，只需要把这个大坝的道路再去连接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启用了。连接道路之前呢，我们先从水里面走一圈电线杆。走在地面上的话不是太好看，当然走在水里会更丑。
差不多再建设一会儿啊，我们把这个建筑全部铺设到这儿以后，这个电线杆就可以拆了。OK， 我们的工业区这个时候电量就没有问题了，已经有车辆过来运货了。那么我们再来到这个大坝的位置啊，把这个道路先连接一下。这个道路上方还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需要移走。来吧，我们现在把这个大坝的道路去连接。从右边也走一个隧道，我们只有根据地形去建设，才能把每个地图建设的风格不一样。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坝现在也可以通车了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小河边缘的道路给铺设好了，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工业区，现在工人不足，3位受过度教育的工人。我记得这个采矿业它是需要有高等教育的呀。受高等教育的市民来了以后工作不合适，我们来右边啊，把这里也画一个分区，我们画一个石油业来检查一下啊，差不多快忘了，再增加一点石油业的小工厂。来，正好来检查一下这个房子啊。未受教育4位，受普通教育15位，中等教育5位。这家公司也不需要受高等教育的。来吧，开始棚户区改造吧。我们先把左边的区域给拆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呢去加上一个信息产业。等这个办公区的房子盖起来以后，我们再检查一下，比如说这个客服服务公司需要受高等教育221位工人。那么既然我们可以把这些市民的工作安排到这儿的话，这个铁路也可以利用上，是吧？来，我们找到这条铁路线啊，很简单，只需要让它改一点道就行了。至于右边呢，在后期人数多了以后，可以再做一个客运火车。我们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火车堵车的问题。这个地图的铁路线太发达了，把它引过去了以后，咱想一下啊，是不是需要让它先抬高了？火车在山上，建筑在山下，哎，这样感觉挺好的啊。其实一点不好，用护岸把这个地面和山坡我们把它分隔开来，这样的话看起来稍微顺眼一点点，要不然刚才那个土地看起来太难受了。这个位置我们不用过多的去做太多的护岸，这里做一点点就行了。哼，怎么感觉这个房子它现在在一个坑里？但事实上它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个1号坑给围好了以后啊，这个旁边的山坡就比较好打理了。即使是一些写字楼，他们也是会生产一些货物的，比如说我们城市的一些电池什么的。其实我也是瞎猜的。我们把这条路呢，还得沿着这个山脉往前，往大。我们为了把这个地形给利用上呢，现在我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先做一下外圈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一个比较普通一点的火车站，放在这儿。一方面可以离我们的建筑稍微远一点，是吧？然后再连接一下这个铁轨，这个地方就可以开门营业了。我们用这条铁轨呢，提前让它进入到隧道，让它下降2格，和我们旁边这个隧道还不能让它有冲突。然后再去连接，2条隧道可以交叉在一起啊。至于为它连接电源的话，咱们旁边就有一条电线杆，我们把这个电线杆先引过来一条，电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上方的道路呢和下方去连接一下，它就可以通车了，就是这么简单。比如说通过这个桥梁过来的路口呢，我们再增加一个节点。这个车辆包括我们这些写字楼呢，他们生产的货物可以右转上坡，上坡了以后再右转，右转了以后再左转，左转了以后再走到这儿，哎，它那个车呢就会多增加一点油耗，对我们的城市呢可以增加更多的 GDP。那么旁边这格呢，我们现在也盖成房子，全部做成写字楼。留有一大片空地呢，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地标的。来，我们找一个地标啊，比较高一点的大楼，直接把这块给镇住。广州塔，广州塔倒是挺高的，但是我们放这个地方的话，会不会有点违和？先看一下效果。我去，
这个地方太乡村了，放一个广州塔的话不是太合理。图书总馆是建设强子对讲机的必要条件。哎，这个是游戏自带的，我之前好像没有建设过。我们先把它放在边缘吧，然后旁边适当的还可以为它造一点景。现在就等我们的这个房子盖起来了。这火车通车了吗？犯罪率过高。旁边没有警察局吗？附近是有警察局的，警察局在这儿。已经出动了10辆警车，抓了4名囚犯。那就不用再管他了啊。有同学想看一下这边的河流，这边的河流还需要再整理，因为我没想到这个河水呢从这个位置能够漫出来。